Hello，大家好，我是猫哥。大家已经开始出国了吗？那有去日本东京的小伙伴有没有发现，最近日本的街头充满了一个非常知名的联名，就是日本的艺术家草间弥生跟 LV 的第二次联名。对，你没听错，我讲的是第二次联名。原因是因为第一次联名呢，其实是在2012年，不过那次的联名呢，没有像这次做这么的轰轰烈烈。这次我觉得真的是砸下超多的广告费，然后在东京啦、巴黎以及纽约呢，都有非常厉害的装置艺术，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吧。第一个我觉得最厉害的呢，其实是它在所有东京的地标，包含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东京铁塔，然后还有真上寺，其实都有非常它知名的这种点点的花纹啦，然后还有巨型的南瓜，然后其实呢，他们也把草间弥生这个知名的点点呢印在就是交通工具上面，就是很多的巴士啦、小巴上面也都有它的图案，非常的可爱。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啊，是他们在东京的这个快闪店。从外观看起来，其实就是非常的有装置艺术，也非常草间弥生 style， 就是这种黄色南瓜的点点，外面看起来已经蛮好看的了吧？可是走到里面，我觉得才惊人呢，是一个超级大型的草间弥生的上半身，还有他的下半身，就他穿的裙子，还有提着一个超大的包包，横跨了整个建筑物。我觉得大家如果去东京啊，真的不要错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设计。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我们如果说你今天是去巴黎旅游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在 LV 的旗舰，就它的总店外面呢，就出现了一个有如晋级的巨人般的草间弥生站在整个建筑物的外面，其实也是非常的有趣。那如果是 shift 到就是我们看到纽约一样，就是在纽约的旗舰店上面呢，也是一个超大的草间弥生放在它的建筑物的外面。那当然呢，它也放了一个就是草间弥生跟他这个人呢一模一样大小的一个蜡像放在他的橱窗里面。我觉得他们这次真的是广告费跟他的这种marketing 的费用啊，或者 decoration 的费用真的下得非常十足，也非常有创意。那如果大家对这个系列有兴趣的话呢，我等一下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到底有哪些的好货，以及我到底买了什么，还有我买完之后我到底觉得值不值得。这次的系列啊，基本上就是以草间弥生它最经典的南瓜，还有就是这种点点，为主要的一个设计的元素。那其实它一次呢就发了大概我记得好像8个系列吧，几百个商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有哪些系列。第一个大家会看到就是黄色点点的系列，还有搭配南瓜。那当然呢，草间弥生他本人的这个造型也变成了就是LV 它最知名的 Vivienne 的这个娃娃。这个系列其实我觉得还蛮俏皮的，我觉得比较适合比较年轻的女孩。那第二个系列呢，也算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系列，就是它的黑白点点系列。因为大家知道嘛，我特别爱熊猫色。那这是在熊猫色的系列里面呢，大概所有我觉得热门的款式都被设计到这个系列了。比方说 Nano Speedy 啦，然后还有像是邮差包啦，然后甚至像一些比较小的包包，其实在这个系列也都有出现。不过这个系列我觉得它的一些小单品也挺好看的，比方说它的鸭舌帽，还有渔夫帽，我觉得也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你今天不太喜欢黑白点点呢，没关系，它也出了非常喜气的红色。过年快到了嘛，我觉得红色点点这个系列呢特别适合过年，不过搭配起来的难度就会比较高。那除了红色点点之外呢，其实他们家最经典的 Morgan 的皮革，当然也要跟草间弥生来的一个点点来一下。所以其实 Morgan 的跟七彩点点的搭配呢，其实也是它还蛮主打的一个系列。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容易驾驭的系列呢，其实是所谓的黑白的底色搭配七彩的这种点点的系列，它也是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包款。刚刚讲了一大堆女孩的系列嘛，男孩子也不用太沮丧。其实他为了男生，我觉得他设计的这个系列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讲？我觉得比较日常一点的是，他用了黑色、灰色跟白色作为满版的点点。我觉得男孩子的这个系列，其实我觉得他所有的系列里面，我个人觉得最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会太突兀，然后也算因为色系比较单一，所以其实相对来说是好搭配的。所以我个人反倒是最喜欢男生的这个系列。不过挺可惜的，男生系列包款都做得蛮大的，其中最小的就是 Keepo 的25公分。如果说今天你是比较高挑的女生，或者是你男孩子的话，我倒还蛮推荐这个系列的。那最后呢，其实它有一个系列是它其实在它的秀场上都曾经出现过的，就是金属的银色点点系列。这个点点跟前面不太一样，前面的点点都是画上去的，都是平面式的，不过这个点点做的全部都是立体的。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立体的关系，所以这个系列
异常的昂贵，它的这个包包的定价基本上是在15到30万之间。我个人觉得，除非你真的就是一个完全不差预算的小姐姐，否则呢，我个人觉得这个系列呢，看看就好。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些系列里面呢，全球它上架的时间不太一样。第一个上架的国家其实就当然是日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国。那也因为这两个国家优先上架，所以其实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些自己的当地限定款。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的。日本的2指包呢，我个人都觉得非常的喜气洋洋。特别喜欢红色的女生呢，就比较可以考虑。那一个当然就是非常招牌的，就是他们家的水桶包。那它做的是红点点的设计。另外一指包呢，相对来说，我个人就觉得比较优雅，比较适合上班来说。不过老实说，我个人没有特别偏好红色包包。红色包包做这么大，我觉得其实很难搭配。讲完日本的限定款呢，我个人最喜欢的系列其实是在中国的限定款。中国限定款呢，总是会有一款包，就是骰子包。我其实非常喜欢骰子包的造型，我觉得非常可爱。之前其实牛仔系列也出过骰子包嘛，当时也是中国的限定款。那这次中国的骰子包限定款呢，出了3指包，分别是3个颜色，就是一个是七彩的点点，然后分别在白色的皮，然后以及 Merlin 的皮。那另外一指包呢，就是红白点点。其实我一开始是非常想买红白点点这指包的。但因为我一直觉得红白点点这个图腾啊非常不好驾驭，后来我就放弃了。然后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中国的定价有特别的高的一个状态，就是感觉不知道联名本来就很贵了，但它除了联名之外，它的定价是真的是高的出奇。我当时看到定价的时候，我是有点心惊的感觉。那中国限定款呢，除了骰子包之外呢，还有另外2指迷你的小包，一个就是超级迷你小水桶，然后还有超级迷你的邮差包。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定价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这些包包啊，在一开始开卖的时候啊，在中国的官网其实都还有货。我大概观察了一段时间，大概至少1个礼拜都还有货。然后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卖的不太好，所以 LV 它就把官网的购买呢就关掉了。就是如果你要买呢，你就只能去店里看了。快乐的开箱时间到了。我这次其实在官网买的，不过官网在台湾销售只开放了1天就消失无影踪，所以如果大家要买的话，就直接去店里面看就好。我觉得他们这次挺用心啊，你看它的这个包装袋啊，也是草间弥生这个非常经典的七彩点点，非常的可爱。然后我这次收到的时候啊，其实它附了一大堆东西，就包含他们最新的一个像月历一样的，应该是说像他们的小的这种介绍，就是小杂志类的东西。好，这不是重点。我唯一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它这次的盒子啊，其实就是它一般常规的盒子。我觉得它也可以把它设计成点点的，不过它很酷哦，它的确还是为它设计了一些独家设计。它的缎带是这种草间弥生的点点的缎带，然后上面绑着小南瓜，然后上面就写着是2023的一个联名，非常可爱。然后里面呢，这个就是我们这种防潮袋啊，它也是用点点。就是每一件东西都是点点。然后我在官网上购买啊，它其实都会送你一些小的试用品，就是他们的新的香水，然后就是这个是他们的收据就会放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假如你要退货的话，它会在里面告诉你说，7天之内你可以退货。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如果不想要去店里，面对 sales 或者是怕 sales 再多推销别的东西，大家可以在官网上买东西，原则上7天内都是可以退货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包包本人。这次的防尘袋它其实有特别做，一样是有一个小南瓜的一个造型在外面。哒哒，大家有猜到我买的是这一支吗？其实我买的就是他们最小的 Nano Speedy。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支包，我有2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联名，这个是村上隆早期跟 LV 的一个联名。这2指包啊，其实新旧款看起来的大小是非常像的，我们对照看一下。其实长宽高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不过旧款好像稍微小一点点。然后它们有几个差异是在这边，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新款的一些细节。新款的这个拉链它是这种金属的拉链，然后非常非常的好拉。那旧款早期的拉链啊是皮革的，然后是这样。我觉得新款的其实比较好拉啦。然后另外新款啊，它有做这个地方就让你扣肩带，非常非常的好。还不错，就是很方便。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细节。其实我自己已经用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包还算是蛮实用的一个原因是来自于它的肩带，它附了2个肩带，大家可以看到。好，
然后其中的这条肩带呢打了7个孔，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身高来调节。然后讲到肩带啊，我其实觉得 LV 的肩带设计的非常好。我先告诉大家为什么。一般我们肩带这样拉过来之后，它这里会扣住嘛，它有多设计一个这一个，就是这边。它就可以把尾巴卡住，这样你就不会翘来翘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件事情呢？是我之前不是买了一个 Celine 的小包吗？它就没有这个设计，所以它的这个肩带啊就会一直翘一直翘，所以我觉得 LV 这个设计非常好。然后它这次的皮革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就是一般的这种压纹的皮革，然后它在这边呢有非常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亮亮的 LV 的 logo。那因为是同样色系嘛，就让你的 logo 看起来不会那么明显。所以如果大家不喜欢 logo 很明显呢，我觉得这个系列 logo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然后还有几个细节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在里面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南瓜，就是过去 LV 都会把他们的 mark 放在里面，这一次的 mark 啊是联名的这个南瓜的 mark， 非常可爱。好，那我们看一下背起来的样子。然后因为肩带可以调整，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做一个斜挎。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想要就是单肩背也可以，就把它调短一点。那当然它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手提嘛，非常的方便。那这个包非常的小，Nano Speedy 啊是它所有的包包里面我觉得算是相对来说是小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容量。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应该很关心手机能不能放，或者第一个放手机。我的手机是 iPhone 的 XS 比较小。基本上是可以放进去的，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我自己是用卡夹，然后这个是爱马仕的 Calvin 卡夹，然后卫生纸，然后零钱包、香水、口红、钥匙，其实差不多。我这样大概就放了8、9分满了，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这大概就这样。我觉得还不错，是因为它还算看起来很小，但它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耐装的。那唯一要讲啊，我觉得这只包有一个缺点，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刚刚介绍那些包款里面身上都带了一个小南瓜。我个人当时啊，非常的犹豫要不要买这只包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好想要那个小南瓜 Speedy 20，就是红色这一只的，上面就有那个红色小南瓜。然后这个系列的包含不管是骰子包啦，然后或者是邮差包，都有他们自己的南瓜，但是 Nano Speedy 没有附南瓜，我觉得很伤心。但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跟胖达讨论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毕竟是一个个子很娇小的女生，其他包包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大。那这个包包看起来就是我会最常用的，所以虽然它没有南瓜，但我还是买了它。那我不知道这次的系列里面大家喜不喜欢。那当然，我觉得联名系列啊，有些人是不碰联名系列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联名系列因为打着联名的关系，所以永远都特别贵。像以这次的联名来说，其实它溢价的非常的厉害。Nano Speedy 算是溢价的比较少的。联名款的 Nano Speedy 大概跟平常的 Nano Speedy 大概差可能30到40% 之间，看你在哪一个国家买。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我刚刚讲的像骰子包啦，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单价比较高的这种包款的话，基本上它的溢价幅度甚至是60% 跟70%。所以到底联名包值不值得啊？我觉得就要看大家自己觉得。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喜欢那个包型，然后喜欢那个就是想要实用的包型的话，那我觉得联名款当然是不太值得。但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个联名的对象，比方说联名的艺术家啦，或者是联名的一些款式的话，你错过，其实你过几年要再买，其实也没有真的这么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见仁见智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啦，或者是说你也买了这个系列，或者是说其实你非常 dislike 这个系列也没关系，你就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